1971年，当世界的政治版图正经历深刻的转变时，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默默地写下。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取代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的正式代表。然而，这个决策背后的故事，与其如何改变了我们今天的世界，却鲜为人知。在冷战时期，世界大国间的纷争成为了国际新闻的头条。但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的通过，其实是当时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决议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国家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更是关于权力、影响力和全球政治版图的转变。那么，这一决策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在此时此刻，联合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首先要回到20世纪初。那时，两个世界大国美国和苏联正在进行意识形态的争夺，在他们的拉锯战中，中国的地位显得尤为关键。中华民国在1949年的国共内战后撤退到台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在大陆建国。此后的20多年里，中华民国一直是联合国的中国代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渐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尤其是在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但是仅仅是获得外交认可还不够，要真正进入联合国并取得席位，需要的是更多的支持。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一系列的外交努力。一方面，它加强了与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关系，以争取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也加强了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为自己争取了一个坚实的后盾。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应运而生。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76票支持、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结果，正式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的中国代表。这一决议不仅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也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认可。然而，这一决议并不是没有争议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与中华民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对此决议表示了不满。但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这一决议的通过实际上反映了国际政治版图的转变和新的权力格局的形成。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看到了世界政治的变革，也看到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但是这一决议的影响并不仅限于1971年，它还对我们今天的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这一决议到底对我们的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为什么它在今天仍然如此重要？下面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一议题，带您走进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进入1970年代，随着2758号决议的通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逐步上升。但这一决策的意义远超过一个简单的国际组织席位的更迭，它为中国开启了与全球各国深化外交、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新篇章。首先，在外交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扩大了与其他国家的交往。许多之前与中华民国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纷纷转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如加拿大、法国和澳大利亚等。此外，中国与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关系也迅速升温，这不仅体现在外交领域，还体现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在经济领域，中国开始向世界展示其巨大的市场潜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许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这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外国技术和管理经验也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反过来，中国的商品和服务也开始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然而，这种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是没有代价的。环境问题、资源短缺以及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纠纷等问题开始浮现，这要求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可持续性和长远的战略规划。
在文化领域，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在国际上受到更多的关注。中国的文学、艺术、音乐和电影都在世界各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此外，中文也逐渐成为一门受到国际关注的语言。许多外国学生纷纷来到中国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文化。反过来，中国的年轻人也开始对外界展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积极学习外语，走出国门，与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交流。但是，随着与外界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文化差异和误解也逐渐显现。如何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建立互信和理解，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课题。总的来说，2758号决议的通过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享受国际关注和合作的红利的同时，中国也需要不断调整自己，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这也为我们今天的世界留下了一个深思的课题。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找到一条既能保持自己特色，又能与世界和谐共处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寻找和探索，不仅是中国的任务，也是整个世界的任务。因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我们都需要与他人合作，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在这一大潮的背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而是在政治、科技、教育、环保等多个层面的深度合作与互动。此外，随着中国的崛起，它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对整个国际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了许多重要国际议题的关键参与者。无论是气候变化、反恐合作，还是区域安全问题，中国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和变革，如“一带一路”倡议等，这些都是中国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和繁荣所做出的努力。在科技领域，中国已经从一个技术引进国逐渐转变为一个技术创新大国。随着 5G、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前沿技术的发展，中国的技术实力得到了全球的认可。同时，中国也在与其他国家分享技术和经验，为全球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教育领域，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的大学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外国学生，而且也与世界各地的顶级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这种交流不仅提高了中国的教育质量，也为世界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在经济上，如何实现高质量的发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环保上，如何实现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文化上，如何在保持自己独特文化特色的同时，与其他文化融合和互动，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总的来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但这也意味着它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挑战。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每一个国家都是彼此的伙伴，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应对各种挑战，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繁荣的未来。回顾1971年联合国2758号决议，我们可以看到，那一时刻不仅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转变，更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转变。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更应该珍惜这种关系，深化合作，共同为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